大家好啊，今天我们继续聊听局大战。在王志安的清白自辩和李听的详细叙述之间它是存在巨大的信息鸿沟啊。王志安他在社群帖文里边，他是充满自信的表示呢，你不相信我的人品对吧？哎，你就不要看我的节目。他似乎在质疑呢，那些质疑他的人都是不值得的观众。然而呢，就像我们即将看到的李听的最新视频，揭示了许多王志安可能认为无关紧要但是十分关键的细节。正是这些留白被公众写满了啊。这个李听在最新的视频里面呢，透露了第一个爆点就是日本律师发现王志安提交的家事裁判所的日文离婚协议和他们签署的中文版存在不一致。这种做法就折射出，那不仅仅是程序问题了，是吧？更是一种精心策划的算计。在国际婚姻中操弄语言差异，对吧？对不按法律的前妻形成实质性的不利条件。就这种行为，即使在法律上可能有钻空子的空间，但是从道德层面上还是很难站得住脚的。那这个发现呢，就反映了出国后还带着国内思维做事的这个问题日本这样的法治比较健全的国家这种双版本的协议做法很容易被专业人士发现并可能在法庭上被视为欺诈行为。王志安作为一个资深的媒体人士他竟然忽视了这一点，也许可能是过于自信了自己的所谓精明那李听还提到王志安2次把年幼的女儿当时年仅5岁，独自留在公园的事件。一次是去理发吧，一次是去医院取药，每次都长达1个小时以上，导致路人报警了都。女孩呢被警察送回家，这绝对是令人震惊的这种育儿失职在日本这样对儿童的安全高度重视的国家，这种行为可以构成轻微的儿童疏忽照料了但是我们觉得更令人费解的是呢，在警察介入之后呢，王志安他的表现呢是不但没有反省，反而指责李听，你是小事大做是吧？借题发挥。就这种态度就反映了一种典型的怎么说呢，算是父权制的思维认为自己的行为那是无需解释的，而质疑他的人才是问题所在。所以在日本律师听到这个故事后的反应之后是满脑子的黑人问号，恰恰就点明了王志安的行为和国际育儿标准的这种脱节。另外呢，王志安声称每年给李听母女呢提供1000万日元的经济支持，而李听和律师核算的这种实际金额是3年共计737万日元，远低于自称的每年1000万。那这种公开言论与实际行为的巨大差距就不仅让人怀疑你是王志安自己记不清给了多少钱呢，还是刻意夸大了这个金额用于塑造自己是怎么说呢，大方前夫是吧？这样的一个形象。所以后边还有更值得玩味的，就是在离婚协议里边对抚养费支付的层层的设计。基本抚养费压得很低，学费呢需要李听呢先付后报销，王志安保留最终决定权，甚至对孩子在教育方面都要双方同意。所以这种看似合理的安排呢，实际上把所有的主动权都集中到了王志安的手中，就形成了一种经济控制。李听呢形容这种做法是像防贼一样的防我，确实就道出了呢王志安这种安排背后他这种不信任感。那李听还透露呢，王志安曾经当着他女儿的面称他是为寄生虫，导致孩子哭着为妈妈辩护。这样的言论他不仅仅伤害成人，更给孩子也造成了心理创伤即使我说在保守的日本那么区域所的工作人员也当场指出这种言论是错误的认为家庭主妇的工作和外出赚钱是同样重要的。所以在职场上叱咤风云的这些男性回到家里边呢，他无法正确和认识尊重家务劳动的价值，这种认知偏差在中国中年男性这个群体里边是相当普遍的。那王志安的
寄生虫的论调啊，就揭露了他思维中的这种深层的性别偏见，与他公开形象中的所谓的进步思想啊，就形成了鲜明反差。李听在后边还透露啊，孩子啊上的众多的补习班，像什么英语私教啊、国语、算术、私塾啊、中文班，大多是王志安先生的结果。他本人啊反对孩子过早的参加这么多课外班，这就反映了中国家长常见的这种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啊这么一个思维。也就是说，王志安在教育问题上，他是有一种专断的态度。那但是更让我们觉得讽刺的是，王志安啊一边呢，坚持让孩子上各种补习班，另一方面呢，却在朋友面前呢抱怨李听呢是不重视孩子教育，并把学费呢安排成李听先付后报销的这种模式，就保留着不给报销的权利。就这种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做法呢，就体现了一种深层的这种控制欲和不平等的这种家庭权力结构。我们看过过去王志安写的一些 post 是吧？王志安他公开质疑李听啊，是因为抑郁症啊，常常分不清情绪和事实，长期患有精神疾病，导致呢网上发布的言论均为不实信息。那这种言论啊，是不仅对李听构成了实质伤害，也是对所有的抑郁症患者呢进行了污名化。那么在全球精神健康意识日益提高的今天啊，抑郁症啊早已是医学界公认的一种可控啊可治疗的疾病，不是属于不可信的标签。那李听透露啊，即使在情绪最崩溃的时候，他也通过了专业机构的精神鉴定，医生啊和警方都认为他能够继续照顾孩子。所以这个客观事实和王志安他描述就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所以李听啊，他在视频里边多次表达呀，当初开始没有请律师啊感到后悔。这一点实际上也反映出许多中国移民家庭面临的共同问题，就是对移居国的法律体系的陌生啊，导致了法律弱势。无论是签署离婚协议还是处理财产分割，都缺乏独立的法律顾问，这一方呢往往会在不知情的条件下丧失了重要权益。当然啊，值得重要的是呢，我们说李听啊，实际咨询了律师之后，对自己的法律处境的认识啊，就产生了180度的转变，从最初的恐惧到现在的完全不慌。所以这种转变呢，就显现了这个专业法律对于弱势方的这种赋权作用啊。那对于生活在国外的华人群体来说呀，这个也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在重大的法律决策面前，专业咨询是不可或缺的。王志安近期的这个公关策略啊，偏向于强调呢自己的父爱对女儿的关心，但是李听呢，他揭露的细节啊，给这个表演就蒙上了一层阴影，把孩子独自留在公园，到平时放100个心回国，一走几个月都不太管，再到现在争议之后呢，突然对抚养权表示关切，是吧？这种前后不一的这种态度啊，很难啊不让人质疑他的动机。我们说呀，真正的父爱呢，不应该是公众视线下的这种表演啊，而是日常生活中这种点滴的关怀和尊重。一个连孩子母亲都不尊重的父亲，很难说他在真正为孩子着想。所以，当孩子看到父亲称呼他母亲为寄生虫的时候呢，听到的不只是对母亲的贬损，更是对自身家庭价值观的这种扭曲的灌输啊。作为知名的调查记者呀，王志安的职业生涯呢，建立在追求真相、揭露真相的基础上。但是在个人事务中啊，他却被指控呢使用不同版本的离婚协议，夸大经济支持金额，散布前妻的这种精神状况的这些不实信息。所以这种职业操守和私德之间的这种割裂，就让我们怀疑呢，追求真相到底是职业需要还是内在价值观呢？那么李听在讲话里边说呀，我这个在你的描述中病入膏肓、胡言乱语、疯狂而不自知的前妻啊，居然比你这个知名调查记者更加执着于真实和真相啊！所以这句话就击中了整个争议的核心。真相啊，不应该是职业工具，而应该是普世的价值。所以，随着听局大战啊，李听啊聘请中日两国的律师，并且启动了法律程序啊，这场公众争议即将进入了司法阶段。法律啊，或许呢能够理清事实，
但是也很难修复已经破碎的这种信任和遭受创伤的这种亲子关系。那对于公众而言啊，这个案例就提供了一面镜子，映照出中国家庭在这种国际化过程中可能面临的种种的适应不良，比如说法律认知不足、家庭关系失调育儿理念冲突，以及就是精神健康理解缺失这么几方面。所以王志安和李听的纠纷早已经超越了简单的个人恩怨成了一个折射我们说社会变迁和价值观冲突的这么一个窗口。作为一个旁观者吃瓜群众，我们既是这场公共讨论的参与者，也是自我反思的实践者。所以当我们在留白处写满了自己的理解评论的时候，我们不妨扪心自问，我们自己呢是否也在不经意间成为了某种思维定式的囚徒呢？所以无论最终的法律是如何解决的，希望所有被卷入中的人特别是无辜的孩子，都能在这场风波中呢找到平静和成长。毕竟在所有的胜负之外，人性的尊严和相互的理解才是最值得珍视的价值所在。好吧，这就是今天对于李听新视频以及王志安最近的一些回应的评论。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